各位朋友們好。哎，今天咱們聊一聊哈，馬上就要到了這個赤馬弘揚的赤馬年哈。對，到了這個年關的時候，我們其實有哪些事項哈？怎樣讓自己能夠逢凶化吉、遇難成祥、消災解厄？哎，這個其實很多朋友還是不太懂，在當今這個時代哈。对，那我遇到的一些人和事，就覺得，真的是有點詭異，哎，就是我在小時候什麼都不信，就覺得世界上哪有鬼啊，哪有神吶，哪有什麼好運氣、壞運氣這個說法呢？現在來看的話，它真的存在，啊，不但存在，而且還挺猛的。你們倆覺得呢？对，我們也覺得這個新年呢是一個特別的。就是重要的時刻，就像家裡老人也一直跟我們講，除了那一些就是我們要做的一些喜慶的事兒啊，比如說像大掃除，然後貼春聯，然後祭灶神，還有就是要這些事情在離新年越來越近的時候呢，你要忙碌起來，對这些事情要做，然後這個年味兒也越來越濃。對，香可你最就是期待新年做什麼呀？就是新年一定有好吃的，那倒是，對，就是像大年30，就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個，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吃的團圓飯嘛，是一家人一起。像在北方，我知道你們會吃餃子，對吧？是。然後像我們去韓國，他們就說他們過年的時候就會喝那個年糕湯。年糕湯，哎，也帶個年字兒。是。哎，步步高升。是。對，挺好。對啊，然後呢，我們吃完年夜飯，這不到了初一嘛，我們那兒肯定是要給長輩拜頭，然後磕頭拜年。然後呢，這個習俗也影響到了很多的周邊國家，像韓國他們叫歲拜，也是要就是晚輩給長輩磕頭。然後好像我聽說越南那邊還有個特別的習俗啊，就是他們特別看重你這大年初一第一個到你家來拜年的人，他們叫沖喜之人，對，沖年喜，所以他們會特地找一個大家都覺得，哎，他特別善良、特別吉祥、人生特別富貴的人，請他來做第一個來你家拜年的人，讓你這樣的話，你一年就有好運氣啊、吉祥如意啊，都是這樣子的。就是個好兆頭的意思。對，是。然後我們在新馬地區呢，其實也有一個很特別的習俗，叫撈魚生。你有撈過魚生嗎？看過，也參與過，對，那個特別好玩，是氣氛非常好。其實就是那個魚生呢，它就是各種那個彩色的蔬菜，然後還有這種薄脆啊，還有花生啊，還有那些就是有那個甜醬，然後還有就是傳統裡它是有生魚片的了，然後每一個呢它都有個吉祥的寓意。對，然後呢就是一家人圍在一桌，然後用筷子去拌這個魚生，然後越拌越高，越拌越高，就代表就是來年風生水起啊，你的事業啊、學業啊、財運都會變得好。然後你就邊撈要邊給大家一起送祝福語。對，說哎這個新年吉祥，是吧？事事如意，對，發財就手，順順利利哈。就是一邊拿筷子撈這些菜哈，挑得高一點，一邊念着這樣吉祥歌詞。是，這個也是對，非常好，非常歡喜的，挺適合一大聚會的。是，大家一起聚都很歡樂。對，那師父啊，像我們講到這麼多國家都很看重春節，它這些習俗啊什麼的，想請問一下，那春節為什麼這麼重要？它是怎麼來的呢？這個說來話長哈，據我所知道呢，就是早在2100多年前哈，就是秦始皇統一中國的，當時有7國哈，統一了7國之後，他就開始統一呢，很多東西需要統一。比如說文字，其實7國的時候至少就有3種文字，它不是同一種現在看到的文字哈，它有不同的文字，還有不同的方言。到現在中國的方言也沒完全統一了，對不對？當然現在政府非常努力統一方言，還有統一這個曆法。這個曆法不是法律，而是這個天文曆法，後來才制定出24節氣來。他發現是有節氣的。這個節氣人和天和自然它都是一樣的
比如說他們發現呢，人的脊椎有24節，可是這个一年裡頭呢有24個節氣，有一個時間段。你看月的話才12個月嘛，那麼節氣呢就是半個月一個，是這樣的。比如什麼春分吶，什麼秋分吶，冬至也是冬至啊，是吧？就是夏至啊，是吧？這都有這些名稱哈。對，那所以在這個秦始皇統一了大中國之後呢，但是他沒有多久就去世了，後來就變成了這個漢朝的皇帝統一了，就接了這個位，也變成了新的皇帝啊。那他又繼續呢，他說那我要繼續把這個秦始皇沒做完的，他說有意義的這些事情要進行下去。他請了很多專門的一些專家，比如說星象專家，這個是與年曆有關係啊，也叫曆學曆法。對，他找這個曆學的專家呢，去研究各個地方的這個，比如說同樣一個冬至的時間，大概幾點鐘幾刻是為好，他要演算推算推算天文星象。對，所以他派到了很多地區據說動到了3萬多人分別派到不同的點進行統一的演算所以就演算出了這個24個節氣。那關於在那個時候有很多個國家、很多部落，還有很多部落處於非常的最原始的狀態，很多國家甚至還沒有文字，所以對這些東西叫無所謂。所以那這個一年從哪一天算為一年呢？你看那個穆斯林他那一年過年的時候是什麼時候我記得是不到夏天6、7月份的時候，我的印象裡頭是吧？你看他在這個時間點立為一年的過年到，也就是過年就是一個新年的開始，是吧？咱們看這個西方曆呢，就今天呢說公元多少年這個西方曆，比如說中國人認為的所謂陽曆和中國的農曆嘛，是吧？就是這個陽曆是從耶穌那個時候的紀元，對不對？他們把這個一個年的時候這個開始，中文翻譯成元旦，是不是這是新年的開始的第一天為元旦，1月1日。可是這個時候按照24節氣來說，你們有沒有覺得很冷是很冷，那個時候還是就是感覺冬天最冷的時候。他和中國人定的這個春節呢，差了差不多50天左右。對，因為每一年會星象變化有點變化大約50天左右，不到2個月，差了這麼久。所以差了這麼久的一個差異在哪裡呢？所以元旦，我就覺得呢，把泥土變成一個石頭蛋這凍得打不開砸都砸不開，對不對？所以就弄一個聖誕老人，白鬍子，鬍子也白，是外面的冰天雪地也是白色，對不對？要不穿個紅衣服，根本找不着這老頭去。對，就是冰封最冷的時代。而中國人定的這個過年呢，它另外一個名字叫春節。所以這個時候呢，在這個24節氣之中，就有了春分，是吧？這個春天的訊息來了，所以晚了50天左右，就是春天的氣息。如果倒回去到元旦的時候，就是硬邦邦的，就是天寒地凍。所以中國人定的這個一年的新的開始就叫春天來了。冰封的那個小河融化了，對吧？溪水潺潺的往下流對，那個梅花開了香豔豔的對，就是其實有很多地方，如果不是特別冷的地區的話，你像溫哥華甚至是西安等等這些不是特別北方的地方呢，它其實地上的某些草、某些植物已經長出來了。有些樹已經發芽了，這就春的氣息，再往下1個月，報春花就開了。所以它是到了這個春分之後來過新年，就是帶有春天的氣息，這樣就有一種叫生長的、興旺的、看到希望的這樣的一種時間點，定為了一年的開始的時間，也叫春節，也叫農曆新年。應該是過去的皇帝時代，是吧？清朝那個時代，那個時候的
中國人的過年就是过這個春節。因為有了加了西洋曆呢，所以這2個年呢我們都過，是吧？大家都隨着過嘛，也就過開了。對，所以中國人過年最高的慶祝點還是在春節，所以它是有原因的哈。對，這個一點這個溫暖的氣息來了，春天來了，是不是？小鳥在歌唱，是吧？柳芽就要準備發出來了，生發之氣，哎，即為春節。感恩師父。所以由漢代定的啊。好，那師父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在就是新年之初啊，我們能做什麼讓我們來年可以更吉祥更好呢？首先呢哈，在這個春節做一個吉祥的事兒哈，吉祥事兒當中離不開一個中國應該在遠古時期的我們那些祖先先輩們哈，他們首先有2個不忘記，感恩啊，禮拜或者叫祭祀。那麼首先第一個就是說要祭祀已經往生的祖先先輩，说你爺爺往生了，你要祭祀啊，這是一個哈。我們先說不分先後，但是我為什麼先講這個祭祀先輩呢？因為他們生養的你，你自然懷有那個感恩的心，對，用感恩的心去祭奠祭祀祖先先輩。所以像我們河北家鄉，我們大年30哈，也就是舊的一年的最後的一天下午，要去墳上去上墳。哎，像有些地方呢，說不但上墳，還意念裡還請着祖先回家過年，所以他這個有沒有一個意念？我沒見過我爺爺，所以我不知道我們家鄉是不是有請祖先回家過年的意思。但是我們會去上墳，尤其是家裡的男孩，就要走上去祭祀去啊。那麼第2個就一定要做的是祭神。祭神裡頭含有說，什麼中國人信仰的什麼元始天尊吶、玉皇大帝呀、什麼財神、灶神地神等等的。因為中國也是多神的國家，在原始的宗教信仰之中哈，多神論，什麼都有神，水有水神，井有井神，什麼都有神，是連蛇裡頭都有出個這個蛇仙白娘子是吧？對，所以什麼東西的裡頭都有神靈，所以要祭神，所以你家裡覺得護佑着你全家吉祥的那個神靈，還有呢，在佛教信仰之中呢。你比如信佛信菩薩，那你也去祭拜，我們籠統都歸為神，這一定要祭拜的。為什麼呢？就是人天合二為一，也叫天人合一。我在這裡，我雖然沒見到神，但是我意念裡頭有神，那我是供一些食物，供一些自己認為喜歡的禮物，供一些可能你聽說的這個神靈喜歡吃的東西。我希望呢，新的一年我是如意吉祥的，逢凶化吉的，至少能取得豐收，順順利利。所以呢，說第2個祭典的東西就是祭神，這2個事情一定要做。那麼再其次的話，就是說吉祥的話，做吉祥的事兒。聽懂了哈？聽懂。對，我還記得以前師父開示過，就是我們在新年就上頭香的時候許的這個願望，特別容易成真。因為這個時候就是眾神都下凡來看我們。對，然後特別的吉祥。這也是我要講的哈。我早就之前我講這個新年話題我就講過哈。那我們在祭祀祖先、祭祀神靈，其實還有一個說法呢。你比如說你是上頭香，上頭香你這個，在現在我們所說上頭香，是去給佛菩薩或者給神靈上香，這也屬於祭祀行為的一個內容，對不對？你要準備一些吃的喝的果子，是吧？是蒸的好看的饅頭、點心、食物，甚至還有地方供鮮花。南方如果有鮮花供鮮花，都是挺好的哈。对，所以這都屬於祭神的相關的行為哈。所以上頭香這件事情，就是祭神的其中一個吉祥的一個行為，對，是這樣的，所以呢，通常在上頭香的時候呢，都會
想自己的一個願望吧，是吧？比如說這個孩子呢，今年要考大學，是吧？那家長呢，說上頭香，一大早就擠過來上頭香，不是期望說我的孩子順順利利考上他理想的大學，是吧？還希望說，你看我這個孩子年齡不小了，都30了希望今年順順利利找一個好對象，還希望我順順利利能買到自己心願中的房子，是吧？所以人生有很多的追求或者必然的生活需求，但是有时候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做不到，说不免的就是求神求佛甚至是拜祖先都有，就求神佛的力量來協助自己成就一個美好願望。沒有問題了哈。好，那師父，我們今天也有一些網友們有發過來一些故事，就是關於他們新年的時候發生的一些事兒。那我們來聽一聽好嗎？好的。好，那個我們第一個故事來自於我們馬來西亞怡保，然後是一位叫張嘉欣的一個網友，他說：師父好，我今年60歲，是一名老師。我去年12月20日的時候，我就在菩提禪堂聽到師父的開示之後呢，才明白屬馬的我在2026年，就是今年是犯太歲的，要小心血光之災。於是我就虔誠地供奉了安太歲燈，以及冤親債主燈，還有12曜差神將燈，希望自己能夠得到佛菩薩和神將的護佑，安然度過本命年。就在我供燈的1個星期之後，在一天的傍晚，我如常地準備煮晚餐，我就把平底鍋放到煤氣灶上，順手扭開了煤氣灶的按鈕，準備起鍋燒油。就在我扭開煤氣灶的那一剎那，忽然聽到砰的一聲爆響，眼前瞬間變成一片火海。我迅速定神一看，原來是連着煤氣罐和煤氣灶之間的喉管接口，不知如何就鬆脫了。火勢不斷隨着煤氣噴出而越燒越大，情急之下，我本能地想用水去滅火，就順手地把我一盤準備好的青菜連同水就一起往火裡潑去，但沒想到火一遇到水，反而燒得更加猛烈。我急得大喊大叫，衝進浴室想接更多水去滅火，轉念又想到這根本行不通。我看過電視裡說過，煤氣罐着火，如果不能及時撲滅，燃燒幾分鐘之後，就可能會引起爆炸，後果不堪設想。正在我急得手忙腳亂的時候，忽然有一種靈感，去關煤氣總開關。我鼓起勇氣，什麼也不想，直接衝進廚房，蹲下身子衝向煤氣桶，把煤氣總開關迅速地關掉。就在關上的那一瞬間，火勢立刻的消滅了。隔天早上，我才發現我右手手臂整片淤青，卻完全想不起自己是在哪裡碰撞受傷的。後來，我回到購買這個煤氣灶的店鋪，向老闆說明此事。老闆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因為當初是他已經把煤氣罐喉管接口鎖緊，而且呢，這台煤氣灶是新購買的，我也正常的使用了近1個月，從來沒有出現過問題，為什麼突然就完全會鬆開了呢？回想起這次失火事件，實在是太驚險了。無知的我，一開始居然去拿水去撲滅，讓情況變得更加的危險。直到生死攸關的緊急關頭，我才突然想起要去關煤氣總閘。這次事件，我只是手臂有點小淤青，我的臉、眉毛、皮膚完全都沒有被燒傷到，這一切真的是不可思議的。這真是赤馬紅羊年的驚險一劫啊！我由衷的感恩金菩提宗師的慈悲指導，我相信一定是供奉安太歲燈，讓我與家人得以平安無事。無以為報，我懷着最真誠的心，於2026年1月再次以闔家名義為師父供奉大圓滿燈去還願，以表達我深深的感激之情，非常的感恩師父。啊，這個真是太驚險了啊！真的，
就是这位網友，他是今年是屬馬，是他的本命年啊。对。就是本來就運勢不那麼好，而且就容易有一些橫禍嘛。你看他還沒有真正進入那個本命年，就在25年的年底的時候，他就遇到那麼驚險的事兒。就是這個，你看他的那個管子一鬆開，他就是正常的燒菜的時候，整個就變成一片火海。是，幸虧他還是比較心神穩定哈。先潑了水之後一看是錯的，是立刻能想到是關那個閥門哈，總閥門，對，這個動作就做對了，是，對，真是神佛菩薩護佑，因為這種像煤氣引發的火，你潑水上去其實會加重火勢的，很多時候，對，他還能最後就是就想到說我去關那個總閥門，就是有一個靈感，一個啟發。關鍵他潑水的時候哈。撲出來的火哈，沒有傷到他，關鍵沒有燒到他。如果那一下燒傷呢，他如果把眼睛這兒哈、眉毛啊什麼一燒，他就顧不上去關那個閥門了。那接下來說不定會爆炸。對，所以真是很凶險。所以這個整個過程真的就是佛菩薩師父護佑啊，然後他就是有驚無險，這麼就度過這一劫。他本命年嘛，就本命年將要到來的時候。事就發生了，來勢洶洶，真是厲害啊！對，那師父是不是他只是他一個人現在說他犯太歲，如果家裡多個人犯太歲的話，會不會更嚴重啊？當然了，就像一個人抽煙嗆得慌，3個人一塊抽煙呢，非常嗆；那5個人抽煙呢，嗆得不得了。所以這個負能量集中在一家人身上哈，比如說同時在一年，你是比如說5口人。你有3個、4個本命年，非常麻煩。對，那就更需要佛菩薩的護佑。對，這個關鍵是這個災禍可能比較大一些。對，我們也確實收到過一個網友，他有提供說，他家是一家5口人，有4個犯太歲的，然後就是他們媽媽在開車的時候上了高速，然後就是爆胎了，突然間，然後就整個車都撞向了他們中間那個隔離帶，然後身體都受傷了。確實，這個能量衝擊特別大。是，所以這個時間點哈，其實容易發生很多問題。很多，一個是叫意外傷害。或者是撞車啦，咱們天上掉個石頭啊，掉個板子砸到你啊，是吧？或者被失業呀，還有呢，失婚，就是情感出問題。那麼再年齡大一點呢，還有就是孩子可能容易出問題。對，還有呢，再大一點就是可能身體出問題，就身體本身之前好好的，突然之間，就感覺到腰部隨便一扭頭就咔一聲，最後腰動不了了，是吧？沒法走路了，對，都可能會發生。我們說着的時候集中在一起說，就覺得挺恐怖，但事實上發生的話也是恐怖的。是。對呀，我們遇到過很多位走路好好的，突然之間就不會走路了，這嚇死人。還有的呢，這種呢，到醫院去檢查都挺好的，身體都是好的，可是這個事情就發生了。我們沒有辦法用所謂其他科學的方式來解釋這個問題，就只能說，醫生也會說，你這個運氣不太好啊，只能歸為叫一種運氣這個概念上，沒法說，沒法研究。對，所以我們在今天給大家聊的這個問題呢，是我們希望說大家找出一條途徑哈，怎樣避開本命年，還有這個很厲害的赤馬紅羊節。對，能夠順利平安的走過今年這個馬年。所以今天的講的內容非常的重要。感恩師父。那師父，如果我們在新年期間這個特別重要的時刻，就是還是遇到了不順的事兒呢，那該怎麼辦呢？有什麼補救的方法嗎？你說已經發生了。對，像這位網友一樣。
那但是它沒有出現比較嚴重的傷害哈。是，它就算有驚無險了，因為他自己本身之前就已經供過燈了嘛。然後他也是有得到這份佛菩薩的護佑，當時那麼危急的情況下，才就是那麼一點淤青，他也是覺得非常非常不可思議的。但畢竟這個事情也發生，他可能心裡也是會有一點害怕，就不知道來年又會發生什麼事兒。對，所以簡單來說的話呢，哈，你去容易做的一條路，去點安太歲燈，就需要安你的太歲。你的太歲不能除太歲，那除不了，他就是天上的王啊，你除不了。怎麼樣去安撫他？怎麼樣去回避他這個能量對你的傷害？所以我們機構呢，首先一個叫點這個安太歲燈，那麼第二個的話呢，去做一些吉祥的事兒。比如說去做些利益他人的，利他的行為的善事，比如說來到我們的道場禪堂哈，去做這個義工。做義工，就義工呢是一種，也另外一種責任，是來解你的危難的，這樣的一個給你這個立功的一個機會，所以你不能把禪堂要錢。想方設法要錢，那肯定是不行的，那就不叫義工了哈。對，要去做義工，如果有修行念佛的話，要跟着念佛，做這些善事啊。對，還有哪裡有災難，你也可以出錢出力做這些善事，積功累德的這個行為。那像我們如果說我們避不開這個犯太歲這樣的能量衝擊的話呢，那你至少我們希望你能夠活下來，要安全度過了这個你的那個犯太歲年再安全活下來，還能夠人生有所成就，無論是家庭啊、愛情啊、子女啊、事業呀等等的是有所成就的話，對，你還得日子往前走啊，你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你都要去創造你未來美好的人生啊。對不對？那所以你就要多做功德，你這個能量要補起來，就是你犯太歲這個能量才會被緩解。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如果只教大家說，現在我加持一個東西，你帶上它，保證不出問題，這樣說也覺得有點不太科學。就希望你自身能量也要培植起來，再帶上我們一些吉祥寶物再點上安太歲燈，這個它的有效率就比較高。那比如說師父，如果像我們在那個新年肯定要準備年夜飯很多吃的嘛，不小心如果劃破了手的話，這是不是一個很不好的事情啊？首先這個事件本身你身體哪裡弄破了，本身來說是一個不吉祥的事兒。但是呢尤其是比如說冲犯太歲的人，那麼接下來呢，就是26年冲犯太歲的屬相我們再說一說，香可還記得嗎？對，有屬馬、屬鼠、屬牛和屬兔這4個屬相。對，尤其是冲犯太歲的朋友呢，如果在這個尤其是過年春節期間，比如說你洗菜呀、收拾家務，不小心把手給扎破或者割破了，我教大家別以抱怨的心，就是這好好的給我都給弄破了，說我看得清清楚楚的給我弄破了，說我不知道裡面有個尖銳的東西把我手扎破了，埋怨抱怨罵街罵髒話，這個都不好。這個麻煩是說就怕後面還跟着麻煩再來，所以當遇到這樣的就是這種小出血的這種小災小難小痛，要學會第一個學會忍，第二個學會寬容，第三個要感恩。你還得感謝佛菩薩這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對，他就可能這個你的今年的那個橫事流血事件，比如說有可能是撞車，撞你個七葷八素的，不知撞成什麼樣的悲慘的樣子對，這個呢只是說不小心扎破手指，不小心割破手指，這個其實
有时候1、2千就完全好了，啊，就是希望说有看到见血的这个现象，但是沒有大災難發生，這多好啊！所以要用恭敬與感恩的心哈，來感恩佛菩薩，哎，感謝佛菩薩啊，甚至感謝金菩提宗師加持幫助，哎，你這樣子啊，你反而最後懲罰你的神靈說，哎，這個人還是有感恩心的哈，接下來是個善良的人，哎，所以我們希望向玉皇大帝匯報說，別再懲罰他了，哎，說不定就是這樣的，他還是用一種慈悲寬容感恩的心，去這樣看待這個事情哈，所以看似是一個壞事，其實說不定就是把大災難變成小問題就過去了，因此說這也是吉祥的好事。感恩師父，這指導特別重要。然後也祝那個我們剛才故事裡這個世界，也是這個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對，好，祝願他哈，這一生都平安吉祥，好吧？收到，收到。對。那師父，我們也給他送一個吉祥的禮物，好吧？好。哎，正好將要面臨春節哈，哎呀，這個衣服是非常吉祥哈。非常護佑啊，每一位穿戴它的人啊，對，如果你感覺你這個每一段時間哈，無論過年還是做工作，還是去面試的時候、考試的時候，你就穿上它，好吧？就加強你的吉祥能量，避開邪氣啊，對你的侵襲哈。對，穿上它，甚至睡不好覺的人穿上它，一定對你有幫助哈。看這個叫啥呀？降龍 T 恤。對，上我們網上有哈，就看到了哈。好，感恩師父。祝願這位師姐呢，如意吉祥，長命百歲。收到。感恩師父。那師父還想請教您，就是像我們春節期間呢，還能做什麼？如果說我們家宅有一些人家裡有一些不太安寧，或者不太平靜的，還能做什麼去更加的保護自己嗎？很多方法。但是呢，華人的習慣哈，不管你是不是本命年，都會在門口哈，在正常情況下，在你的正門口都會貼春聯。哎，咱們菩提禪修也有春聯吧？有師父特別寫的。對，到各地禪堂都能引請。各地禪堂都有哈。對，還有大福字，還有門神。對，福字門神都有哈。對，這個，所以這個春聯是一個保護你家庭家園哈，避開邪氣侵擾的其中一個內容，一種方法，這個非常重要。這個方法也是從遠古時期傳過來的，那個怎麼傳的，我們先不講了啊。這個知道要貼春聯，就是為了避邪氣啊，而且能得到如意吉祥啊，很多內容啊，還有呢，像春節的時候，有像我們華人有很多人哈，都會穿的衣服啊，或有些用品呢，就選用紅色的，啊，像我記得小時候看到那個新娘結婚哈，至少穿個紅上衣，那個蓋頭也是紅色的，哎，那個裙袍啊都是紅的，當然上頭可以繡別的花了哈，就帶紅色的，就這個紅代表着吉祥和避邪氣的意思。哎，你們有沒有在電影上見過新娘到婆家來進大門的時候要跨過一個火盆嗎？有見過，在南方應該也有吧哈，東南亞應該也有這個習俗。對，就是這個婆家呢，就希望說新娘是外人家嫁過來的姑娘嘛哈，說別把你們家的某些邪氣病氣，或者在路上招來的病氣邪氣邪祟之氣哈，通過這個跨火盆這個動作呢，希望都避開，不要來到我們家的意思啊。就是你帶來的是吉祥，而避開的是一切的邪氣啊和不好的東西。所以這個紅色春聯啊，這個紅色的衣服，紅色的一些用具，所以在這個春節和人結婚的時候是常用的一個吉祥避邪的一個顏色。啊，這個給大家這麼稍教一下哈。所以你家裡有可能的話，能有這個吉祥的這個對聯門聯哈，一定要貼上它啊，
這個是非常吉祥、非常好的事。那除此之外的話呢，我是不是講太多了？沒有，師父，我們需要這些指導，對，需要哈，需要。哎，需要的話就是，那我講一點現在容易解決的一個東西，還有一種現在你不太容易找的，像我極小的時候，我媽就會在過年的時候在門前撒那個柴火灰，你現在買柴火灰買不到，都可能是假的，啊，說它也辟邪。那麼還有一種今天容易辟邪的一個方法呢，就是叫做清鹽或者是海鹽。這個海水不是鹹的嗎？所以在中國有很多地方的海灘，其實國際上都一樣，那個海灘上出鹽率比較高，它那個海灘呢很淺，長長的。當一漲潮，海水上來了，等於落潮好幾天海水上不來，对不对？所以那塊地上會出現一些這個白色的鹼性的東西，一嘗就是鹹的。哎，那個白粉從海邊流下來，那個白粉就是海鹽。所以這個海鹽的形成呢，由這個茫茫的大海，結合這個日月的烘烤，才產生出這個鹽這個產物。所以在海鹽，在它成為這個海鹽的這個粉末或者顆粒之前，其實是見不到的，它是溶於大海的海水之中的。對，所以這個海鹽呢，在過去中國很多修道的大師們就認為呢，因為他們煉丹嘛，所以就廣藏了這個大地上很多的東西，所以鹽是一個有極高能量的陽性的一個物品，它是陰陽結合而產生的，變成一個陽性物品，所以它可以辟邪。那師父有一個問題啊，就是我們用來辟邪的這個鹽呢，它是我們像我們廚房炒菜的那個鹽嗎？還是它是類似啊？咱們現代在廚房裡炒菜的鹽，你看看你不管是買的袋子還是什麼包裝上頭通常都寫的是精鹽，精鹽，並且呢有點比較細的粉末。对，就是很白色，像白粉這樣。對，白粉，它這個裡頭你仔細看它的說明上頭，它加了一些碘還有什麼東西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東西就是人工添加了。人工添加的原因也有它的所謂的科学性。在很多吃鹽的鹽之中呢，少了这個碘，那人少了碘呢，而飲食健康又不夠的話呢，所以容易起那個大脖子病。所以在當代呢，很多個國家的政府呢，根據醫療醫學專家的這個建議呢，就在大家食用鹽之中加了碘。吃這個碘呢之後，這個大脖子病就不會出現。也救了很多人。但是這個鹽加了化學品，這個我們就不能用。如果用來去做辟邪的東西的話，我們覺得就不太合適。因為現在你花錢可以買到海鹽，比如說去一些看似非常普通的一些賣農產品的市場或者農貿市場，其實你去買的時候說我醃鹹菜的鹽大顆粒的，尤其講大顆粒的海鹽，醃鹹菜的大顆粒海鹽，很多老店還都有。因為很多你比如像韓國醃泡菜，中國醃鹹菜，大家還是找的這個粗海鹽。這個鹽它用粗海鹽醃的菜還不太容易壞，而且味道還好，是這樣。所以買這個海鹽來用咱比如說呢，你把這個鹽拿個小盤子或者一個小碗放到你家這個門口門口前頭一進來叫玄關嘛這個區域對，就是擋住你這個從門外看到室內的那一堵牆或者那個櫃子，在那個櫃子上，在那個位置放上一小碗這個海鹽但是希望你在放之前把這鹽放那之後，你呢心中默默去念着想避開一切邪氣，避開一切污濁之氣，避開一切鬼邪就行了。你就放在那兒。如果覺得還不夠，沒有什麼分量，
你看人家道士写符的时候啊，画符的时候，都最後签字是太上老君急如射令，啊，那你就说金菩提宗師法令啊，你這麼念一下啊，所以對着這個一盤一小碗鹽，就這麼說哈，哎，對着他看着他這人講哈。避開一切邪氣，避開一切污穢之氣，避開骯髒之氣，避開一切鬼氣，啊，如果再多加幾句的話呢，希望能多吸一些金子銀子，好運起來，哎，就行了。完了之後，誰下的令呢？金菩提宗師法令。好了，就把它恭恭敬敬放在你的對照這個門口的玄關這個櫃子這一塊就可以了。還有的覺得，哎，我每一次小孩子哈，到窗戶往外看就害怕，在窗台上也放上一小碗，這樣的，就知道了。哦，知道。像家裡的女人手裡沒錢的話呢，就在你家廚房，哎，在你家廚房，你的右手邊前面的一個牆角上。你覺得有點不太清楚沒關係，你重複聽這句話哈。在你的在廚房幹活的右手邊的前面的牆角處，放上一小碗鹽，好吧？這個時候你也要念念有詞哈。希望天地神靈佛菩薩，能幫助弟子聚財聚福，消災滅難。黃財神也給咱來點黃金，啊，出入平安，長命百歲。落款金菩提宗師法令，好，放那兒，就行了。哎，可以了，還沒完哈。之後你要學着觀察，但是告訴全家老小不要動這個鹽啊，不要動這個碗，不要在裡頭摸，這是不好吃，很鹹，好吧？哎，要這樣子。有些家人哈，我曾經見過一個，我們放進去這個鹽呢，顏色呢其實不骯髒，還有點透明，像冰糖一樣。結果呢，他家放了1個月之後，這個冰糖哈，顏色變得有點鉛的顏色，有點灰色，也不透明了。就是這樣子。但是他太太睡眠，從放上這個鹽碗之後變好了，那個晚上那個夢魘壓身哈，鬼壓床也不見了，好玩吧？但是這個鹽變黑了，哇，吸收了那個負能量。對，所以1個月以後要把這個鹽扔掉。那曾經在過去師父給我講的時候，有個幫忙煮飯老太太，她還說：“哎，師父，這個挺可惜哈，鹽雖然不太貴，那之後如果再煮飯煮菜，我能放這個鹽嗎？”師父說：“你想把這些污濁的病氣吃到肚子裡嗎？”他說：“不會呀，那就不要吃了呀。無論怎樣，鹽還是買得起的呀，知道哈？就節約不在這個上頭，這是做法用的鹽哈。你像咱們禪堂為了利益眾生。”你看，我們每一年都有1、2個節日哈，給大家在車上，灑淨，是吧？其中灑淨的這個淨水當中，有很多都用的是這個鹽水。用的鹽水哈，因為鹽水等噴過之後，你的污濁之氣就請走了，而且噴的時候念念有詞，對吧？一切邪氣迴避，一切鬼氣迴避，哎，對，一切不吉祥迴避。哎，對，就一邊噴一邊念，不管車裡頭、車外頭、後廂都噴，尤其是駕駛座那塊多噴一噴。就這個鹽呢，其實還能殺菌消毒，它會有一定的這個作用。這你們倆現代知識青年應該懂得這概念嘛，是吧？對對對。鹽是不是有這個？那個死海就是因為含鹽量太高了嘛，所以裡邊沒有任何的生物。對。不是吧？聽說鹹魚是在裡頭出來的。對，裡邊適合醃鹹魚。醃鹹魚，但裡頭確實沒有游動的魚，是吧？對對對，那過去我以為鹹魚一直從那個裡出來。
死海鮮魚特產。那也是哈，就含盐量太高了。对，所以这個鹽呢，它起了很多的作用，它不僅僅是一個鹹的作用啊，其實它還可以導電啊。不知道哈，還能儲存能量，儲存訊息。對，你給他說了話，他就能聽。對，就是你說的話要很認真才可以哈。記住了哈，用過這個鹽就不要再吃了，就扔掉它哈，1個月。感恩師父，就真的是非常實用，有大家很需要的方法。對，像甚至是我再多講兩句哈，你可以在你家裡頭啊，或者在車裡頭，都放那個小布袋，小一點的布袋哈，大概10多公分大的一個小布袋呢，裡頭裝上這個海鹽，裝上海鹽。對，像咱禪堂來說，有了這小布袋，再貼上咱菩提的 logo，上頭寫上吉祥的祝福語。別小看這個祝福語啊，是非常有意義，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對，放到車的不影響開車的位置，放上它，哪怕後箱放2袋也是管用的。你知道有時候我說了，你可能開車會害怕哈。一個人不管男女，一個人晚上開夜路開得遠的時候哈，周圍都是黑的。是。有時候你就怪怪的，會覺得我這個後頭是不是坐這個人？但是你真的打開燈看也沒有人，但是你總感覺到後頭有人，說這個時候就可能不太吉祥。因為車裡頭沒有一個吉祥的東西。所以咱們菩提的那能夠貼在車窗上的這個東西，還有菩提經典哈，你車上沒有。還有琉璃車掛。對啊，琉璃車掛，所以你身上也沒有菩提的寶物，還有車上沒放這個加持過的鹽，所以多少你都放點兒，是不是？腳底下座位下頭，這車廂裡頭放上4包，不影響開車安全就可以。要放一點，好吧？很重要哈。感恩師父。那我們有需求的網友們，在那個新春期間，也可以到我們各地菩提禪堂去迎請這個鹽包。對。是。就是師父特別加持寓意的，幫你出入平安化解一切災難，對，避開。對。其實你家裡頭，你經常路過那個門口哪個位置有點怕的感覺，你放上1包鹽，會起到一個很好的作用。好，感恩師父。師父，接下來再給您帶一個，也是一個好的故事，來自馬來西亞的。他說：師父好，我是孫寧，今年64歲，來自馬來西亞焦萊禪堂。2025年10月，我家裡籠罩着一層化不開的愁雲。我兒子的女朋友失業6個多月了，這姑娘平時挺要強的，但是嘴上不說。每天坐在電腦前投簡歷，偶爾有面試的機會，他滿懷着希望出門，回來時眼裡的光就暗下去了。那天他坐在客廳，聲音沙啞着說：阿姨，找工作原來比上班還累，每天收到的永遠是拒絕信，或者是乾脆連拒絕都不給，那種被否定的感覺真的快讓我窒息了。看着他身心俱疲的樣子，我心疼極了。我告訴他，孩子別怕，咱們有佛菩薩和師父做依靠。我把過年時禪堂送的開運金幣拿出來，鄭重地遞給他。這不僅是一枚金幣，這是師父的慈悲加持，是佛菩薩的守護。我教他靜下心來，雙手合十，把金幣捧在手心，用最真誠的心去祈請金菩提宗師的加持。來，把你心裡的委屈和願望都告訴師父，師父會聽到的。萬萬沒想到啊，奇蹟來得如此迅速，僅僅過了2天，我收到他發來的信息，滿是興奮。阿姨，我面試通過了，而且不止1家，是2家公司同時錄取我了。我當時就愣住了，僅僅2天的時間，這孩子從投簡歷石沉大海，面試屢屢碰壁，到突然間有2家公司同時向他伸出橄欖枝。現在這孩子已經開始上班了，每天神采奕奕。他把開運金幣還放在了錢包，貼身帶着，說這是他最珍貴的護身符。衷心感恩慈悲的金菩提宗師，在孩子最無助的時候，伸出慈悲的手，為他撥雲見日，指引前路。感恩師父。
啊，这个很吉祥是啊，现在这个找工作都是大难题。对对对，我们现在这个年轻人就業真的是感覺越來越難了。就是畢業即是失業，大家都這麼說。哎，然後他這個網友，他的這個就是他兒子的女朋友嘛，他也是就是一直在找工作，也是就還是一直不成功。對，這都半年了。對，半年了，沒有任何的可靠音訊。對。結果呢，就是這個媽媽給了他這個開運金幣之後，他一下收到2個 offer。對，哇，真好。對，這個很吉祥啊。真是好。對，這個護佑和加持立竿見影，馬上就來。是。對，佛菩薩這個加持力哈，我們不可思議呀。對。那師父，我們先給他送個禮物，這是孫寧。好的，好。這個孫林呢，好，你看這個手串哈，送給這個孫林師姐哈，祝你健康長壽。收到。啊，這個呢送給他的兒子的哈，女朋友。啊，祝你如意吉祥。這個呢送給他兒子女朋友的哈，這個粉色的這個哈，祝你心想事成，好吧？全家吉祥如意。收到，感恩師父。那師父也想為我們其他的網友們聽了這個見證以後，肯定也很期待，他們有沒有可能領到這個金幣啊？也領到師父開運金幣啊？太需要了。有可能哈，因為每個禪堂準備的不一樣。那我知道，我們這個禪堂準備的數量都不太多啊。對，那大概就是這樣子哈。你看，我們專門做了個印刷的小袋子的樣子哈。哇，好漂亮！你看。這個裡面呢，攜帶很方便的。往外倒出來有一枚金幣，哎。這個是因為我們在加拿大哈，這是加拿大的一個硬幣。看，這個是有這個女皇的頭像是吧？是女皇的吧？是的。這能看得清楚哈。對。因為如果這個純新的呢，它像金的一樣，有這個寓意，那我們就把它當做一個吉祥金幣來看待。又形同於又是一個母錢，母錢就會再生啊，就是生更多的錢，更多的福氣。它不光是直接生錢，它首先是一個吉祥的一個訊息哈。對，把它帶在身上，或者裝到自己隨身的小包或者錢包裡頭哈。對，但是這個錢不要花出去。哪怕隔了10年哈，你還裝着它，我相信對你都是吉祥和有幫助的。收到，感恩師父。那一定要去禪堂去迎請，對，而且要抓緊。對，哎呀，這太需要了，感恩師父。對，你需要的話，最好提前到禪堂去登記哈。對，有些禪堂挺摳門的。他不會準備太多，準備200-300枚的話，很快就請光了。這是我們各地禪堂多準備一些，是大家抓緊哦，抓緊到禪堂迎請。師父，那剛才就是我們也有些網友在留言嘛，就是聽了師父說這個海鹽的這個方法，然後有個網友留言問說，就是這個鹽能放到臥室裡嗎？還有床頭邊這樣子？任何位置都能放。它和這個佛菩薩像和法物還不一樣哈，這個鹽呢，它不是一個具體的神靈，也不代表佛法，它就是一種能夠協助我們呢哈，這個抵抗排斥邪氣的這樣一種物質，所以甚至是說廁所的角落上，這個床頭上、床頭下頭、床頭櫃那裡，鞋櫃附近都是可以放的。它除了避這些邪惡的氣哈，它本身還清理你這個氣場，所以這個鹽呢，它能夠起到一個，它有很多功能，其中一個叫清理污穢之氣。這讓我想起來哈，我啥都研究。我呢，在有一次洗鍋的時候，就炒菜鍋呀，你說這個外頭這個火烤的。它已經不是原來買的是那個不鏽鋼白白的顏色，對不對？烤的那個像那個咖啡色，擦又擦不掉，用那個刷鍋的鋼刷也刷不掉。我在網上看呢，其中他們說用一個是小蘇打粉，第二個呢，蘇打粉放了之後呢，放些碎鹽，
完了之後呢，把它均匀的先抹到这個鍋底上，蓋上一層稍微厚一點的紗布，再往上倒醋，捂它20分鐘，完了之後再擦洗，就這個就很快就掉了。別忘了哈，其中一個就是鹽，所以我試了試，還挺靈的哈。對，所以你們回去試一試。所以這個它除了具體說清洗上有這個作用哈，就它本身來說就有一種清理污濁之氣的這樣的一種天生的能量。是吧？所以要學着去善用它。所以你看咱們淨車的時候也噴了這個水啊，鹽水哈，所以很有作用。感恩師父。那師父這兒還想給師父再分享一個最近我們聽到的一個故事，來自溫哥華的哈。他說他叫小魚，他說師父好，想分享一件讓我至今都覺得很不可思議的事情。去年呢，我原本計劃帶着丈夫和我2個年幼的孩子12月去葡萄牙旅行。出發之前呢，我就在菩提禪堂抽了一個藥師靈籤，然後就問這一次的旅行會怎麼樣嘛。然後第一次呢就抽到第24號籤，是個下籤，叫我視須仔細。然後後來行程定好了呢，我又就再問了一次，就再抽了一個藥師靈籤，還是抽到了一個下籤，是第100號籤。然後上面的籤文是：上到山都見不到神仙，不要再問了。你看這個有點玄哈。然後這個世界小魚呢，當下雖然很失落，但是他選擇就是相信佛菩薩的指引，還是決定不去葡萄牙了。那結果呢，就是12月11日當天一早，他看新聞的時候呢，葡萄牙全國大罷工，航班幾乎全停，交通全面癱瘓，還有暴力事件發生。而且呢，就是那一天正好是他原定出發的日期。那一刻真的是震撼了，幸虧當時看了籤文沒有去，這是提前的提醒與保護，非常感恩佛菩薩的慈悲指引，感恩師父。這個也很驚險，對，你看，然後2次他就問他這個旅行怎麼樣，2次都抽到下籤，而且籤文非常明確，就告訴他就你去也沒有用，對。如果他那次去就麻煩了，趕上全國大罷工，對，說是要坐在機場看飛機吧，是航班连城市裡都去不了，對，出租車也停了，是餐館也停了，對，你看喝西北風啊，主要還有那個社會暴動，對，聽說他們那些人呢拿着紙皮就是燒在那個抗議嘛，然後就在街上這樣子，就非常的亂呢。他當時去的話，肯定就是你看又麻煩。然後又可能危險，害怕，對，是最混亂的时候，還有2個孩子，那是再帶倆孩子，亂上添亂了，對，關鍵是危險啊，所以還是幸巧他有提前在我們禪堂就抽籤嘛，然後籤文指引他也是非常的相信，然後後來真的也是幫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對，我覺得這位網友特別的歡喜的接受了，說這是不是一件好事？我就把我這個就是這趟旅途給就是不去了 ，cancel 掉，对，是最好的。就不要也是像師父說，不要抱怨，要感恩，是。對，所以有很多人定好了行程哈，如果一測也改期，所以測着是怕自己心中不穩嘛哈。能測出來讓你改期或不讓你去的時候，一般心裡並不是那麼舒服。所以就看你的心胸有多大。多有福氣，所以這個時候神佛給你的這種籤文的時候，你一定要恭敬感恩，感恩這種提示哈，有時候能救你一命，所以的話他不一定救了個命哈，但是確實給他減少了很多麻煩，是的，對吧？那個時候如果去了呢？是那很慘就會回來還是另外一個說法的，真的，他也很感恩，對，是。師父說到這個神佛的提醒，我又想起，就是以前我們直播裡也有分享過嘛，就是在2022年的時候，一個師姐又給我們分享，她當時候呢，她的女兒，就是2022年10月份的時候，她女兒剛好要去韓國，然後她女兒呢要去韓國做什麼？就是參加一個萬聖節派對。
对。然後當時呢已經都定好行程呢，那個女兒跟她朋友就一塊兒去了嘛。但是這個師姐有個好習慣，就是她全家人呢，每當就是要出國或者有什麼重大事情啊、考試啊之類的，她一定都會為他們先點燈，就祈請佛菩薩護佑他們，就是這一趟啊都能夠非常順利平安。那所以這一次女兒出國之前呢，她也是有給女兒點燈。然後女兒就是這樣子，她10月26號的時候去了韓國，然後那個派對是10月29號，然後當時候呢，女兒呢29號就很興高采烈跟她的朋友，去到那個韓國這個首爾梨泰院那邊去參加這個派對嘛。然後走着走着呢，她就發現，因為那一次去的人非常非常多，她就覺得，還沒有真正到梨泰院，她就覺得很擠，然後就覺得不太舒服。他雖然是為了這個派對而去的韓國，但是他當下就決定回頭，就是回去酒店。對。然後就是非常非常剛巧啊，那一天呢，就是發生了一個比較悲慘的事件，就是在梨泰院的萬聖節派對，發生一個踩踏事件，因為太多人了嘛，然後結果就踩死了159人，弄傷了196人，那還是非常非常巧，就是這個師姐的這個孩子，他就及時的回頭，及時的有這個靈感回頭，就是避開了這一次災難。所以師姐也非常非常感恩，她相信是佛菩薩和師父的這個慈悲的這個指導，還有這個就是關鍵時候的這個啟發了，特別特別重要，幫助她女兒化解這次災難。是很好哈。對。你這樣一提，我也想到一個，是23年我們的一位師姐講的，她是幫全家人點安太歲燈。那好巧是她唯一就是她姐姐那一年不是犯太歲的，但是她說我既然都已經給我全家人都點了，那給姐姐也一樣點了安太歲的燈。她姐姐住在洛杉矶，她就是有好幾年呢都會去一個叫五星舞蹈社的地方呢，去參加除夕的。就是舞會派對去跳舞，那也是那一年也是準備要去的，但是就不知道為什麼到了除夕晚上呢，他有個就說不想去了，突然間就不想去了，也是沒有什麼特別原因。然後直到初一的時候呢，這個姐姐就給我們這位師姐打電話了，然後結果是當天除夕晚上呢發生了一場槍擊案，就在這個舞蹈社。是。对，當時也是新聞都很大的，造成了11人遇難和9人受傷。然後你就是如果他那個當時這個師姐沒有為他姐姐點這盞燈的話，就不敢想象姐姐是不是那天晚上也會在現場。真的，對，真的都是神佛菩薩和師父的護佑，幫他們都躲過了這些。太幸運了，也是。對，很幸運。那師父，我們也為這一位這個小魚網友也送一個吉祥的禮物好嗎？護佑他今年更加平安順遂。好，我們祝願他健康長壽很吉祥啊。送他一餅的老的普洱茶老的菩提普洱禪茶喝了這個又能減肥，也能降三高，還能夠健康長壽收到，感恩師父。祝福小魚全家吉祥如意。收到，感恩師父。師父，那我們直播中呢也有很多網友在留言，有一些也發了他們那個安太歲的故事。有一位 Doris Lee 網友他說，師父，我今年也是本命年，去年12月呢已經供了安太歲燈，還有藥差神將燈，還有素藥師佛金身。那今年呢，剛進入1月份的第2天，我在用玻璃杯從熱水壺裡接開水，杯子剛剛接到半杯的時候，那個杯底突然間脫落了，就那個玻璃杯就碎掉了。所幸呢，這個碎玻璃和熱水沒有濺到我身上，而是從腳邊滑了過去，人一點傷都沒有。事後回想，雖然當下有些驚嚇，但更多的是感恩，覺得這一劫一定是師父和佛菩薩加持護佑，我才能這樣平安的化解的。真好你看也是本命年了，真看倒個水，那個水杯都能破了。哎呀，真是。但人都沒受傷，他也非常知道這個一定是佛菩薩的護佑。
那咱们给这位网友也送個小禮物吧。好好好，感恩師父。這個 Doris 網友。好的好的。對網友們，如果有一些這樣的好故事，也可以繼續發給我們的郵箱啊。然後，如果你的故事被抽中的話呢，我們在直播中分享，你還能得到師父親自給你加持的特殊禮品。好，那這個我再選了一個呢，天珠啊，還有一個平安扣，玉的平安扣哈。送給剛才網上這個挺囉嗦的名字哈。Doris 啊，好啊。祝 Doris 呢全家吉祥如意，長命百歲，事事如意。感恩師父。師父好，還有一個上頭香的故事給您帶。好，這位網友說：師父好，我是 Emily。2年前的我，每天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哭，因為那一年我流產了。從那以後，我整個人就像掉進了一個黑洞，怎麼都爬不出來。我每天祈禱求佛菩薩給我們一個健康的寶寶，可是我忘不掉，總是想起那個失去的孩子。先生看着我這樣，心疼得不行，甚至把社交媒體都刪除了，不想讓我被任何負面的東西影響到。我們的婚姻從一開始就不容易，先生為我離開了印尼，來到馬來西亞重新開始。我們2個人相依為命，最大的心願就是有個孩子，有個完整的家。可是眼看着我已經35歲了，是高齡產婦的歲數，連這個願望都實現不了。走投無路的時候，我們來到了馬來西亞禪堂。當天正好遇見了師父在現場為大家諮詢。見到師父，我一開口就流淚了，把流產的事、走不出來的痛苦都說了出來。我問師父，我現在可以做試管嬰兒嗎？師父讓我伸出手，想給我一些加持。過了一會兒說，我的手不是普通的涼，是有種從骨子裡透出來的寒氣。師父又仔細看了我們的面相，告訴我們夫妻2人的命相裡都子女不多，而且孩子容易出問題。我現在的身體太寒，很難留住孩子，哪怕是現在強行通過試管嬰兒懷孕，生下來的孩子也會有問題。我問師父，那我們還有希望嗎？師父說，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調整自己，要每天禮拜佛菩薩，做義工，還要按時來禪堂學習走八卦，改善體質。臨走之前，師父還祝願我們之後生一個男孩。從那天開始，我們真的按照師父說的做了，一天都沒斷過。剛開始走八卦的時候，我的手還是涼的，整個人也很低落，有時候走着走着就哭出來了。但是慢慢的，我發現自己開始笑了，在禪堂和其他義工一起忙前忙後，說說笑笑，感覺心裡暖暖的，很舒暢。到第6個月的時候，我的手已經是溫暖的了。先生也說，以前的我終於回來了。2025年新春，我在師父的直播裡看到了新春上頭香的功德項目，香火也有家宅鼎盛的寓意。我毫不猶豫地為自己點了1等頭香，祈願師父和佛菩薩賜我一個健康的孩子。就在我做完功德1個多月後，我就驚訝地發現自己懷孕了。這一次我沒有害怕，沒有焦慮，我還是每天來禪堂，還是走八卦，還是做義工。我知道這個孩子是功德換來的，是佛菩薩和師父的加持。如今我的寶寶剛剛出生，一切健康，正如師父當初所說的，真的是個男孩。我無比感恩當初有緣在禪堂遇見師父，得到師父的指導，改變了我命中少子的命運，擁有了一個完整的家。感恩師父。這太為他高興了，真的啊。哎呀，想到他當時候一開始的那種痛苦感吶，然後他也是付出了努力，就不斷的就是去練功啊，然後當然也很幸運得到師父的加持，然後不斷的做功德，就是累積起來，然後他才能夠這樣有心想事成的他的寶寶。從體質上的改善到功德上的積累，成就了他的願望，真的太為他高興了。對。就恭喜他哈，那我們也給他送個小禮物。好，感恩師父。
又是菩提普洱禅茶哈。你看与懷孕相關的哈。其實這個茶呢，它是飽和你的元氣，還有幫助消化，幫助分解你吃的食物啊，所以對健康啊、長壽啊、對元氣哈，都是一個起到補充和輔助作用啊。所以呢，希望送給這個 Emily 呢，祝你全家吉祥如意，收到，心想事成，收到，順順利利，收到，感恩師父。那師父接下來還給您帶來一個故事哈，這個很有趣哈。好，他說：“師父好，我是趙旭，來自美國硅谷。2013年我29歲的時候，有一位台灣的大師給我算命了。他說，你從30歲開始，未來10年的運勢都會非常的差，會到沒有錢吃飯的程度。當時我不信啊，但結果後來我發現他幾乎全說對了。到了2014年，我剛過30歲，公司的業績就開始一路下滑。到2016、2017年的時候，公司幾乎沒有任何的收入了。為了維持公司的現金流，我多年積蓄也全部花光，還欠下了3萬美元的債務，生活費都要靠父親去接濟。那時候呢，我每天都在想一件事：公司到底要不要關門？關門了，我還能怎麼辦呢？就在我最迷茫、最無助的時候，禪堂有一位師姐提到，硅谷菩提禪堂有新春宿黃財神金身的功德項目，非常的靈驗。很奇怪，那時候的我呢，運勢壞到生活費都要精打細算的，卻在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心裡突然升起了一個非常強烈的念頭：也許這就是我人生的轉機。雖然不能一下子拿出全款，但分期我還是可以承擔的。我下定決心參與這項黃財神的供養。不久後呢，有一天晚上，我就做了一個非常清晰的夢。夢裡，師父告訴我2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要把我供佛用的玻璃瓶換成一個金色銅柱3角圓頂香爐。香爐的樣子在夢裡非常的清楚。第二件事，就是要把我公司的 logo 改成土耳其黃色。我在夢裡還想，什麼是土耳其黃色啊？那第二天呢，我就去請教一個熟悉那個中東文化的老闆，沒想到他真的知道有這個顏色，於是我真的也改了我的 logo 顏色，也在禪堂找到了那個和夢中一模一樣的香爐，就給換上了。做了這些以後，我先是感覺到自己心裡慢慢定下來了，不再那麼焦慮，思考問題也好像更清晰了。大約半年之後，公司的生意也開始慢慢有些起色，收入開始穩定，並持續的增長，不是突然的暴富，而是非常的扎實、非常穩的回升。2019年疫情爆發，同行大量的公司都倒閉了，沒有訂單，沒有收入，但我的公司始終穩定，從未出現經濟困難。更神奇的是，我們那棟辦公樓因為公司紛紛撤離，房價暴跌，我們反而趁低價買下更多空間，擴大我們的場地，還增加了員工。到了2024和2025年呢，公司的收入達到歷年來最好的2年。現在我還在談幾個更大的擴展項目。回望這10年，原本算命大師跟我說會低迷的10年，卻在我決心塑黃財神金身之後，完成了事業翻盤。我終於明白師父說的一句話：能夠有條件做功德，本身就是一種福氣。財富往往因供養布施而來。我不是在最低谷之後才變好，而是在最低谷的時候做了一個供養的決定。這個決定改變了我人生後面10年的軌跡。感恩金菩提宗師的引領與護佑，感恩師父建立菩提禪堂，讓我們有機會積累功德，從而真正改變了我的命運。真的很好。哦，是。很神奇，他那個算命師說他10年會走那種很低的財運，還真的印證了。他最後真的是要靠父親才能，就是給他一些生活費才能度過日子。對。
对，結果呢，就是他在供黃財神之後，他就做了一個夢，我覺得這個夢挺神奇的。對，對，第一呢，師父就讓他把他供佛的這個玻璃罐子，對，玻璃瓶要換成一個香爐，是不是？我猜他當時是不是用這個東西在供佛呀？有可能吧。對啊，師父這樣子供佛不好嗎？如果拿它來當香爐的話？這個呢，如果當淨水碗可以，就供水的碗可以。如果是當一個是聚寶罐，一個是香爐，我個人認為哈，粗淺的認為，香爐是萬萬不能用透明的物質，就像玻璃呀、塑料瓶都不行，一定要是一種金屬的很牢固的，或者陶瓷的，或者是石頭做的哈，它一定是不透明的。透明呢，你看，你比如说有的搞笑说啊。你這個人穿個透明裝，像皇帝的新裝，是不是得搞笑嘛？對不對？透明的叫露，暴露的露，還有個流失的意思。這能量會流失。所以這個你的香爐啊，你看咱們這兒有香爐哈，這裡也有哈。咱這個香爐哈，它本身其實你家的大財神、大聚寶盆，所以它不可以透明，它不透明才能保得住。它透明，任何一個小偷都會來偷，就不能透明，好吧？一個是這樣，這是個古老的哈，這個是很吉祥的元代的，到現在700年了哈。哇！對。所以這個香爐哈，千萬別用透明的，這個拿給我。你看我這裡還有銅的，這是清代做的銅香爐啊，這是銅的，很精工製作。皇家使用的哈，上頭帶一個瑞獸，帶個瑞獸，這粘住了，瑞獸，局部鎏金，所以這些一看就是金屬啊、金吶、銅啊來鑄造的，它給你一種很牢固的感覺，是古代稱為那個鼎的那個東西的樣子哈，所以它東西雖然小，但是能量很巨大，所以供佛供神的香爐。絕不能用透明的玻璃來做，這個錢千萬別省。你用這個來供佛哈，有多少錢漏多少錢。所以他這個人不懂啊，急得我在夢中啊要提醒他，你趕快改吧，是吧？其實這種叫天元香爐嘛，三足天元香爐，這樣才可以，就比較好。就是從那起呢，就是他供那個黃財神，還有他換這個香爐起呢，他其實整個事業都就是回升了，都變得越來越好。你看疫情期間很多公司都倒閉，他反而越做越好。他本來已經垮了呀，他已經垮了，結果他鹹魚翻身呢。正是鹹魚翻身，真的。對，人家都賠，他還賺了，是吧？人家要傾家蕩產了，他還擴建，擴招。這厲害啊！厲害，還是要感恩佛菩薩和師父的護佑。我覺得他做功德有關係啊，對不對？他的一份發心呢，就是真誠的發心。你尤其是這樣的哈，在他那個時候倒霉相出來的時候，都沒錢的時候，對不對？可能一個像樣的飯都捨不得吃的時候，他靠他爸救急。這個時候說咱硅谷禪堂有做這個功德的，給黃財神做功德這樣一個計劃呢，他就積極參與去了，他就感覺這就是我翻身的機會。是。結果還真說對了。真的是，也是很為他高興了。當時他也說，他有個算命大師給他就是算這10年就非常非常倒霉。他前頭一直倒霉啊。對，一直倒霉。對呀。然後結果就是這一份發心，就真是改變了他的生命，改變了他的命運。對，改變了他的命運。對。這個真好哈，聽着痛快呀，是很開心。那師父，我們也給他送一個吉祥的新年禮物，好嗎？一定。好，送他一個這個有點紫色哈，好，紫色的念珠哈，祝他如意吉祥，收到，事業成功圓滿哈，收到，取得大成就，收到，感恩師父。好，
那師父啊，就是我們今天聽了很多在新年我們可以做來改運啊、開運的一些事。那如果說呢，我們就只做一件事呢，絕對不能錯過的，那是什麼呢？最好是能夠得到佛菩薩的加持祝福。那這個加持祝福呢，那最好的話是到我們的禪堂。我們各級的法師啊、禪師，代表着佛菩薩，哪怕給你一句，哪怕对方長得並不莊嚴，並不標準，並不偉岸，但是給你一句真誠的祝福，比如說你消災滅難，說不定他是代表着佛菩薩給你這個加持哈，說不定你今年比如說撞車可能撞死，但是這件事兒這句話给你說出來的時候，說你這個大災就變成小災了。可能最終也撞車，但是把車給撞壞了，人沒事兒，最多手臂上有一點小小皮外傷，是吧？5天以後就好了，這多好啊，對不對？對，這個得到這個加持祝福啊，非常的重要。所以當代表着佛菩薩這句話的時候，它就叫佛菩薩的語言。你別不信，你得的這個祝福，你就開始轉好運，就能避開那個災難。這個千萬注意哈。說來到我們的道場，這裡面無論是他的長相是一種有莊嚴感，還是不太莊嚴的，甚至是覺得頭髮都花白了，臉也洗不乾淨。這我其實今天就沒洗臉啊，經常的。但我們忘記這件事情，我們就活的是內心的那種滿足，而不是外在的那種乾淨利落，是吧？當然也不再年輕了哈，你怎麼化妝也年輕不了。所以我們今天給你加持的這些老師們哈，這些禪師們，不管外表長什麼樣子，他一個加持，一句美好的祝福，就可能讓你能夠避開大災難避開生死關頭，就得到如意吉祥。就是祝福你哈，今年發大財。你赶快說收到，你會說真的能發嗎？你一想完了，對吧？你本來是10萬塊錢一個意外之財，結果就變成1塊錢哈，就你可能發不了。所以別懷疑，要認真，在神佛面前要恭敬認真，這是最重要的秘訣哈。所以過節的時候一定就是要帶我們全家老小都來禪堂，對，接受這最吉祥的這一刻的祝福。是，像禪堂，我在過年在哪裡，我就會在禪堂也為大家加持，一樣的哈。對，我們希望大家放假的時候，新年新春來的時候，是吧？把佛菩薩的愛、慈悲、加持力都給這個有緣朋友哈，你都能夠如意吉祥，是不是啊？生活幸福完美，這不正是我們所追求的這個人類生活嗎？所以呢，就是歡迎大家哈到菩提禪堂得到祝福加持。好，感恩師父。好，那就是如果有一些網友們不在我們的禪堂附近的話，我們的很多的新春項目也還是可以參與到其中的。其中一個呢，就是我們的安太歲的點燈項目。那我們剛剛聽了那麼多故事，也知道太歲年你衝煞的時候呢是很兇險的，所以呢要為自己或者是為有需求的家人們，可以點我們的安太歲燈，去到我們的菩提禪修學院網站上有。在我們這個新年開始的時候呢，恭敬的供奉安太歲燈呢，祈請藥師佛化解我們與太歲相衝相克的能量呢，消災除惡，然後獲得平安順利，諸事吉祥。那我們其他的網友們不是在這個4個屬相之內的，不是馬，不是鼠、牛和兔的呢，還有那個藥叉神將保佑我祈福燈，為自己也是在新的一年裡邊呢，祈請藥師佛的大護法，帶着天兵天將們保駕護航，護好我們這一年平平安安。感恩師父。然後呢，我們今天也學到，就是在新年的時候，我們上頭香也是特別重要的。就是這一年的第一份頭香，然後你真誠的祈請，是最容易願望成真的。那也非常感恩師父，今年也是會在大年初1的時候，親自為有需求的網友們在佛前敬上頭香。
然後我們今年有3等的頭香那第3等頭香呢，師父給他的加持是消災除惡、出入平安、一帆風順、如意吉祥。那一份頭香只需美金8元然後2等頭香呢，師父給他的加持是消災除惡、招財進寶、人見人愛、馬到成功。那1等頭香呢的加持是消災除惡、壽比南山、消除魔障、吉祥圓滿。那每一位供奉一份1等頭香的網友呢，也會獲得就是師父給您贈送1盞那個安太歲燈。然後所有上頭香的網友們，如果只要你報名上頭香呢，你就会現場贏得一個手機的屏保盲盒裡面也都是師父特別設計的祝福語。那我們把它設到我們的手機屏保上非常的精美。然後更重要的也是帶着師父的吉祥祝福隨身。非常感恩師父。好，也請師父加持我們語書房贊助者們。好。祝福所有支持我進行網絡弘法活動的所有的朋友們，如意吉祥，幸福快樂，健康長壽，家宅鼎盛，子孫賢孝，全家幸福。謝謝哈。感恩師父。然後也預告一下我們下一期的直播時間。北美溫哥華時間呢是2月13日周五晚上6點鐘。那亞洲台北時間是2月14日周六上午10點鐘。感恩師父。好，我呢再補充重複一下哈，因為這個使用那個剛才說辟邪的這個鹽哈，這個青鹽海鹽這件事，就是我看有網友就問說，我覺得在哪裡需要吉祥，我就往那裡撒鹽嘛？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的。比如說，在這個供佛的案上案下不准撒鹽。我們睡覺的這個床上、枕頭上不准撒鹽這是不好的對，還有用舊的鹽要更換，要扔掉。還有人問，像過去這個紅色的那個叫岩叫喜馬拉雅岩就是岩石中掏出來那個，它也不是掏出來的，也是進行曬出來這個鹽的它是偏紅色的這個大概的作用是類似，可能就是容易產生喜事，那麼如果你的在門口哪裡還有在一個重要的財位，你的就是第一次的鹽1個月之後扔掉了，再放上鹽希望發財的話，裡面如果能放一個菩提加持過的黃色的母錢硬幣，1個或者放幾個，最好是單數可能會給你帶來更多的財富。好，我就補充到這裡感恩師父，這太需要了。那大家趕緊就是新年的期間，就是去各地菩提禪堂，對，可以請到母錢，還有鹽，對，加持的鹽。最好你需要幾袋鹽呢？你先給禪堂預約，禪堂好像也給你採購到，好吧？感恩師父。好，那今天差不多了吧？好的，好，祝福大家如意吉祥。幸福快樂，我們下次直播再見。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農曆的新年呢就要到了首先祝福大家呢。新春吉祥，順心如意。大年初一是天地交匯、萬象更新的時刻。如果在佛前虔誠地敬上一炷香，就能獲得佛菩薩強大能量的加持，讓新年消災轉運，旗開得勝，
開啟一年的好運氣。2026年又被稱為赤馬年，在這樣的年份呢，常常伴隨着變革和動盪，所以我們更需要為自己、為家人求一份平安，求一份穩定，求一份吉祥。祈請大慈大悲消灾延寿药師佛以及諸佛菩薩、諸天神靈慈悲加持，護佑所有發心祈福的善緣大眾。愿每一炷头香能为众生消災解厄，帶來身心安康、平安吉祥。願家族興盛，子孫健康成長，學業進步，事業有成，財源廣進，福壽綿長，消除一切業障。我將在大年初一凌晨最早的那一刻，親自為大家點上頭香，祈請諸佛菩薩大加持。2026年國泰民安，天下太平，人人順利平安，家家如意吉祥。歡迎到菩提學院網站報名，在菩提學院網站首頁點擊上頭香的鏈接，選擇祈福種類，今年提供3個等級的頭香，3等頭香每份僅需$8，加持我們消災除惡、出入平安、一帆風順、如意吉祥。這一炷頭香為您守護一年平安、出門順利、吉祥隨行。2等頭香每份$280，加持我們消災除惡、招財進寶、人見人愛、馬到成功。在新的一年中祈請工作順利、財運增長、貴人出現、人緣提升，做事更容易成功。1等頭香每份$888，加持我們消災除惡、壽比南山、消除魔障、吉祥圓滿。這1等頭香為自己與家人祈請身體健康，消除病業災厄，消災延壽，護持全年平安吉祥。每一份1等頭香還特別贈送一盞$99安太歲燈，為自己或家人安太歲，帶來一整年的平安順遂。凡在2026年通過菩提學院網站報名上頭香的朋友，都將獲得一份特別結緣禮——宗師祝福手機屏保。成功下單後，即可在我的福利中查看並下載，讓宗師的吉祥祝福隨身相伴，時時加持，日日安心。請記得要分享這份喜悅哦。報名截止日期是北美溫哥華時間2月16日晚上11點59分。快來菩提學院網報名上頭香，開啟最吉祥幸福的2026年。
中，讓我與您相遇。小小的紅點裡，人生就此歡喜。我快樂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麗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讓我與你相遇。小小的紅點裡，人生變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寬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為有了你，生命變得更堅定，不憂憂無慮。因為有了你，